Hello，大家好，又见面了。今天分享 Windows 11.25 H2 都添加了哪些新功能。先给大家看一下版本号。先来看第一个新功能，截图工具现在可以直接录制和剪辑视频。先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看一下当前的版本号。打开截图工具，在设置中可以查看版本号。现在将截图工具关闭，按键盘快捷键 Windows 加 Shift 加 S， 选择第二个图标，框选需要录制的区域或范围，点击开始按钮。现在已经开始录制，等待几秒。点击这个按钮停止录制。在弹出的界面中多了一个剪裁选项，这个剪裁功能可以把视频剪成更小的片段，去掉一些不需要的部分。点击该选项，现在就可以对录制的视频进行剪裁。拖动左侧的按钮选择开始时间点，拖动右侧的按钮选择结束时间点。确认选择之后，点击上方的应用按钮，可以看一下现在视频的时间长度。视频一共录制了7秒钟，经过剪裁之后，还剩下保留的3秒钟。如果需要更强大的视频剪辑功能，可以点击在 Clipchamp 中编辑按钮。接下来我们聊聊开始菜单。新的开始菜单由2部分组成，左侧是常规的菜单项，右侧集成了移动设备。先说左侧的变化，点击全部，在所有程序界面，现在可以通过3种查看方式，分别为列表、网格、类别。在列表、网格2种查看方式中，所有程序都是以字母进行排序。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了吗？列表相当于一个清单，所有程序纵向排列。网格则是在字母排列的基础上，有一种平铺的感觉。对我个人而言，我更喜欢按类别进行查看，看上去有一种正在使用手机的感觉。微软也承认，这个界面很像 iOS。现在我们把焦点放到开始菜单的右侧，右侧整体是与移动设备进行了集成，可以随时和集成的移动设备进行交互。这里不仅支持手机，也可以是平板。最上方可以查看与手机的连接状态、蓝牙链接状态以及手机电量。这里手机电量的显示，个人认为使用频率最高。下方可以查看或发送短信、拨打电话，直接查看手机中的照片。在最下方有一个发送文件按钮，可以直接向手机发送文件。这里我们来演示一下。点击发送文件按钮之后，会弹出一个这样的窗口，可以使用选择文件按钮选择需要发送的文件，也可以直接将文件拖动到这个窗口，在桌面上新建一个记事本文件。将文件拖动到这个窗口，这里可以显示发送状态，很快就会发送成功。暂时就不演示手机上的状态了，因为无线连接手机屏幕暂时有些问题。顺带提一句，也可以在手机上发送文件到这台电脑。继续看下一个新功能，万众期待的小任务栏回来了。现在只需要在任务栏上点击鼠标右键，选择任务栏设置，点击任务栏行为，找到显示较小的任务栏按钮。右侧一共有3个选项，始终、从不、任务栏已满时。为了更直观地看到任务栏的变化，修改一下分辨率。
当切换不同的选项时，请注意任务栏的变化。现在先修改为原来的分辨率。任务栏还有另外一个更新，现在可以将表情输入固定到任务栏。一般来说，用户可以通过快捷键 Windows 加句点或 Windows 加分号打开 Emoji 面板，但为了输入更便捷，微软将表情符号输入图标固定到任务栏。依然是进入任务栏设置，在系统托盘图标下，找到表情符号等选项，点击右侧的下拉框，同样可以看到3个选项：从不、键入时、始终。当选择键入时，表情符号图标会被自动隐藏，只有当处于输入状态时，该图标才会出现。继续下一个新功能，在文件资源管理器或者桌面上，任意拖动一个文件，在屏幕顶部就会出现一个长条，将文件拖动到长条，就可以选择使用什么程序打开，还可以直接发送到手机。如果放到更多按钮，就会打开经典的共享界面。共享界面有哪些图标，取决于您的电脑上安装了哪些软件。再来看另外一个新功能，点击开始菜单，点击电源按钮，锁定屏幕。现在在锁屏界面可以自定义小组件，比如我添加了天气、路况信息和股票详情。不仅如此，在锁屏界面的每个小组件上都有一个选项，在这里可以直接跳转到管理小组件的设置界面。除了当前的小组件，可以点击这里，添加更多的小组件。如果这些小组件还不够丰富，还可以在应用商店下载更多的小组件。当然，除了上述的一些功能之外，还有在任务栏显示电池电量、Copilot 加 PC 的 Recall 以及 Click to Do 功能，暂时无法显示，因为需要有对应的设备支持。大家觉得 Windows 11.25H2 的这些新功能怎么样？评论区留言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最后，请不要忘了一键3连哦。